为什么作为数字游牧者和远程工作者搬到塞尔维亚，并且大量的欧美自由工作者聚集在这里，而且从2020年出现数字游牧生活中，这是最欢迎的一个。甚至《纽约邮报》也将这个国家描述为希望在疫情期间远程工作的美国人的绿洲。3年前，很多数字游民爱上了首都贝尔格莱德，从美国搬到了塞尔维亚，那里有迷人的当地人、传奇的过去、丰盛的斯拉夫与地中海美食以及不夜城的氛围。由于以下几个原因，这个国家非常适合的远程工作旅行需要。首先就是塞尔维亚已做好数字游牧者的准备，并提供长期签证选择。与其他国家相比，获得塞尔维亚的长期签证更容易，因为它的生活成本并不高。因为塞尔维亚不属于欧盟，也不属于申根区，所以您不必跨越那么多障碍，就可以长期留在该国。如果您有兴趣持旅游签证在该国停留超过90天，您可以获得临时居留签证或独自企业签证，前者有效期最长为3个月，后者有效期最长为1年，两者都可以在这个国家续订签证。这两种签证的获得要求有很多一样的地方，包括首先是保险，许多游牧居民选择了 DINA， 全年保险费用为60欧元。然后是居住证明，您必须在抵达后48小时内从警察局获得，有些人将其称为白卡。接着拥有塞尔维亚的个人银行账户，可以选择了 Raiffeisen， 因为它是能找到的唯一一家接受美国账户持有人的银行。重要提示，您必须让银行打印一封盖有官方印章的信件，以专门您有银行账户和存入金额。如果您正在申请独自经营者签证，您还必须开设一个企业账户，并为其做同样的事情。说说个人企业签证，按照塞尔维亚标准，个人银行账户存款相当于3个月的收入，但很多数字游牧家族都存了6万迪纳尔，大概500欧元，这相当于2个月的收入。按照塞尔维亚标准，商业银行账户存款相当于1个月的收入，大概260欧元。请记住，您必须为此签证开设个人和商业银行账户。然后是注册个人企业，您可以使用 POSO 服务来帮助您在线注册。接着在塞尔维亚国家就业服务处申请工作许可证，费用为约合110欧元。一家名为 Strana 的机构可以帮助您填写所有表格，并指导您如何纳税。您还必须复印所有这些文件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最好把所有东西都复印3份。但说实话，塞尔维亚的许多人在没有这些签证的情况下长期居留，他们只是跑了一次边境，办理了新的签证，然后就被允许居住在该国。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生活成本很低，所以这里汇聚了大陆的数字游牧民族，其中大量来自美国和加拿大。关于外籍人士社区和聚会，你可以通过贝尔格莱德外国游客俱乐部或诺维萨德游客等 Facebook 群组，您可以轻松结识这里的外籍人士。这些团体还组织聚会和活动。塞尔维亚对于数字游牧民来说非常不错，它充满了令人惊叹的历史遗迹，例如塞尔维亚东部多瑙河上的哥鲁拜克堡垒。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地区的每个人都说英语，在塞尔维亚每个人都会说英语。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，例如克罗地亚、马其顿、黑山等。这使得远程工作者可以轻松地在该地区旅行，特别是克罗地亚的数字游牧签证也在我们的频道中。关于语言的具体问题，因为该地区的语言也存在很多混乱。事实上，塞尔维亚、黑山、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色戈维都讲同一种语言，然而不同地区的方言有所不同，这有点类似于美国人说英语的方式，但美国人在南部各州说的英语方言略有不同。如果你在克罗地亚说塞尔维亚语，人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你，但从语言上讲，你说克罗地亚语的方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，因为克罗地亚语也有许多不同的词汇，但同样每个在这里都说英语。你真的不必太担心语言问题。